还是要谢谢我们台南的庆师主任还有我们台南的团队这样子的10-20年始终在推广赛斯心法的道路上这个热情不减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先跟各位报告2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在花莲凤林之前我们买了一个4分多地的一个土地要来做我们的赛斯天堂其实我们在凤林的树葬的园区其实都已经在进行了所以我们花莲的赛斯村其实已经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树葬的服务所以我们有一些学员不管是因为一些意外或是疾病如果往生到另外一个实相其实有很多的学员已经都安息在我们的花莲的凤林的这个树葬园区树葬园区。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舒服的空间包括可以来做追思甚至是可以来办这个告别式，来做一个纪念所以我们在这个花莲凤林这个树葬的旁边大概走路2分钟的地方买了一块土地。那最近也通过花莲县政府的殡葬设施使用用地已经正式通过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赛斯天堂的这个兴建也要开始进行了这是第一个好消息。那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如果各位到过我们的翠林知道我们的赛斯讲堂很多年前大家知道我们在盖赛斯讲堂。那这次讲堂因为我们要分2次施工，所以在1工完成的时候，我们就先暂停一下，来申请2工的施工执照。那这个2工的施工执照也正式的通过了所以可能近期我们花莲翠林的赛斯讲堂我们的2工就要开始进行。所以大概在1年多后，我们整个赛斯讲堂的1楼的演讲厅大概有150平应该可以容纳200-300人150平的开阔空间大概可以容纳200-300人然后2楼的教室特别加上他们要做一个回廊也可以分成小教室，让大家在那边学习跟成长。那大家刚才看到的影片是我们在今年我们的赛斯村与这个花东纵管处签下的这个 BOT 简单讲 BOT 就像台湾高铁一样就是由这个高铁来出资兴建跟营运。那高铁的 BOT 好像是可以营运35年那我们花莲凤凰山庄的 BOT 我们签的合约是30再加10年就是30年的合约再加10年的优先承租权，所以前后加起来可以长达40年。所以从今年开始未来40年我们就基金会正式的来营运凤凰山庄的这一块土地。那大概全部的面积应该有将近4公顷4公顷，所以我们预计在那边要盖50栋的小木屋然后因为花莲凤林跟台湾的中南部不一样，它的水资源非常丰沛，所以我们会从上游引水
引这个水，那这个会变成2条小溪流，贯穿我们的50栋小木屋。等于说各位你住在小木屋，你走出你的门口，门前就有一条小溪，可以泡脚，可以让你欣赏到这个美景。所以这是未来我们基金会要做的一个营运的部分。那希望打造出一个国际级的休闲度假、心灵成长还有疗愈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基金会从成立到现在包括最早的中华新时代协会可能也将近超过20年了。一直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怎么样来耕耘，怎么样来一步一脚印的来推广在执行法。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今年这2年是这个在国际上刚提到新冠肺炎国际的局势也动荡不安。但是徐先生相信，在最动荡的时代其实有最美好的希望。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各位比如说假设你们最近有看到印度的疫情的新闻，应该会很感触，对不对？很感触包括医院的氧气不够用医护人员这个生病的生病，死亡的死亡甚至逃走的逃走。那病患甚至因为氧气不足而死亡。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这样的生死边缘的过程，其实我们觉得那是因为人类正要经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期。比如说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叫让自己成为温暖自己的那道光。那刚才或这2天我在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没有看过的有时候在cable 上面有线电视上有在播也建议各位如果看过的也可以再从头到尾好好的看一遍。我记得它的英文片名应该叫做 Interstellar， 中文片名好像叫做星际效应。有印象吗？来，我唤起一下各位的记忆就是在一片玉米田当中，然后整个地球人类的世界开始变得沙漠化。简单来讲，气候异常，整个地球变得快要毁灭掉了，而且人类也因为气候异常而濒临灭种了。这时候有一对太空人，一个爸爸，一对太空人，包含着很多组的太空人去探索太空。2个任务，一个任务是找到一个适合人类宜居的星球。那其中有一段各位应该印象很深，就是由麦克戴蒙演的，他在一个星球上，那他明明知道那个星球不适合人类居住，就理论上他不能发出讯号，把整个太空人的团队引导降落。他不可以，因为那个星球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但是因为他实在太怕死了，他希望有人来救他，所以他伪造了科学的数据，引导整个太空船降落，因为他不想死在那个星球上。那后来才发现，
原来整个计划从头到尾就没有要找一个适合人类宜居的星球，就发现整个计划是一个诺亚方舟，就是整个太空船上载了所有地球的物种的 DNA， 包含人类。所以基本上这一趟太空旅行有第二个任务，就抛弃整个地球，然后在异地的外星寻找一个人类的文明可以重新开始的一个计划。好，我不知道我这里好唤起各位的记忆了没有？那里面有非常多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描述。好，比如说他们的太空船当被吸引靠近黑洞的时候，可能你的1小时，在太空站上，已经太空站上的1小时，可能地面上已经过了1年了，来，各位记不记得最后那个爸爸被吸到黑洞里面去？有没有印象 ？Interstellar 星际效应，最后那个爸爸被吸到黑洞里面去，以至于后来当他回来跟他的女儿碰面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将近105岁了，在。对，就是那个爸爸还是个年轻人，女儿已经100多岁了。因为爸爸被吸进了黑洞，那黑洞里面时间是跟黑洞外面时间不一样的。对，所以后来当爸爸被吸到黑洞的时候，各位记不记得在《星际效应》（Interstellar） 这部电影里面，这个爸爸进入了第5次元。好，同学有印象就他进入第5次元，竟然回到了地球，而且进到了女儿的这个书房。好，最后他是用手表的指针，用摩斯密码来跟他女儿沟通。好，后来他女儿讲了一句话，原来他以前小时候以为他的书房闹鬼，原来那个鬼就是他爸爸。好，后来他的爸爸进入第5次元，而遇到了，来看着我的手，遇到了第5次元的智慧。后来他透过了进入黑洞，遭遇到第5次元的智慧，而这个智慧给了爸爸讯息，然后最后挽救了人类免于气候异常的世界毁灭。最后，这个爸爸透过摩斯密码，把这个 solution 解决方案传给女儿，对不对？各位还记得就全世界都以为是他女儿发明的，以为是他女儿拯救世界，其实不是他女儿，是谁？是这个爸爸。好，可是其实也不是这个爸爸，是第5次元的智慧。这第5次元的智慧。好。当爸爸进到黑洞的时候，来，各位关键来了。后来爸爸不是跟那个机器人在对话吗？长得像那个面板的机器人在对话，然后他就跟那机器人说：“你还不明白吗？这第5次元的世界就是人类未来的自己。”各位，因为你要知道，当进入第5次元的时候，就没有时间了。好，等于说就跟佛法讲的，过去、现在、未来，
同时存在。简单来讲，当你进入第五次元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地球所有不同的时间阶段，因为它超越了时间了。好，所以后来那个爸爸就跟那个机器人说：“你还没有搞清楚吗？这就是未来的人类，而未来的人类早就进化到没有肉体了，没有肉体了。未来的人类早就进化到，可能根本也不住在地球这个星球上了，而且未来的人类。”它已经进化到进入所谓的第五次元，但是这个第五次元的智慧想回过头来拯救人类的世界末日。来，各位，有没有觉得开始矛盾呢？既然有未来的自己，那显然世界末日没有发生啊。可是会不会世界末日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未来的我们回过头来拯救了过去的我们？于是各位不要开始问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对，好，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因为没有世界末日，所以有了人类未来的文明吗？那人类未来的文明，那当然回过头帮助过去的人类免于世界末日。好，后来那个爸爸发现了，但是因为第五次元的人类的智慧，他没有办法定位我们的时空，只要透过那个太空船、太空人的那个爸爸来引导他进入正确的时空。好，所以后来他进到了第五次元，从时空的背后就回到了女儿的书房的背后，有没有？他在找很多时空，那终于找对了这个时空，而透过了刚讲摩斯密码的方式，来把拯救人类免于世界末日的方法来教导了女儿。好，所以许医师以这部电影来作为引子，我在引用赛斯书的一个概念。好，这个下午的时候，好，在我们上工作坊的时候，我也跟同学讲到了一部分，就是当年鲁伯在传递赛斯书的时候，好，鲁伯自己也有在写书，那鲁伯自己也有开工作坊。好，他开2种工作坊，一个是写作工作坊，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教大家如何写作。好，一个是 ESP 工作坊，就是如何打开你的超感官知觉的工作坊。他开2种工作坊。好，但是参加他工作坊的学生们，有时候有一个心态，来，很简单，这个心态是，大家好像是冲着赛斯去的，不是很想听鲁伯说太多话。来，这个很有趣哦，很有趣。对，好，因为他们去参加鲁伯的课，那仿佛大家认为赛斯是一个开悟的大师啊，赛斯说的话代表了权威跟智慧呀，就也许那些学员就很着急，为什么赛斯还不出来说话？那为什么都是鲁伯在表达？好，这里就很有趣咯。后来赛斯就出现了，好，赛斯就讲说，我很明白你们的心情，因为你们觉得我是权威，我是很有智慧的人，所以你们觉得我讲的话很可信度很高，很棒。
相对之下，你们觉得鲁伯所说的话，并不是很值得被信任。啊，再次就把这个心态说出来了。对，各位就好像你觉得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说的才是对的。好，这里我先讲一个笑话。有时候某些这个家属或家人把他的亲人带来看我，也许在做家族治疗，或是在做夫妻会谈。那比如说我跟某某某讲的话，我跟他讲完之后，他的另外一个家属就会说：“徐医师，其实刚才你跟我太太说的话，我在家里都跟她说过啊。”我就补充一句话：因为你不是许医师啊，所以你说的没有效啊。这是笑话。就好像以前我在台北市立仁爱医院，后来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仁爱院区，我在那边当这个家医科的住院医师。好，那后来当到了总医师。那我们的主任这个林光阳主任有时候他会请假然后就由总医师来带主任的诊。那有一次我就跟我们主任聊天，我说主任很冤枉主任说怎么回事？我跟主任说，主任，上次你请假，你的病人来看呢，我明明就开跟主任一模一样的药，可是病人回去就说吃了没有效。可是我看病历，我开的药跟你之前开给他的一样啊。后来我们主任就跟我讲一句话：一样的药，不同的医生开有不同的效果。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主任开的药比较有用，虽然我是总医师，但是我们开的药比较没有效。各位，好，这就是另外一个笑话。好，再接回到刚刚讲，再次跟同学说话。他说：“你们那些相信我说的话，比鲁伯说的话更值得被信任的人，其实代表了你们也从来不相信你们自己。”各位，你们从来也不相信你们自己。来，我再回到赛斯心法。赛斯说，其实来看着我的手，其实如果我们讲知识、修行或学习，来各位仔细听，你才是引导你自己真正的那一道光。好，如果你觉得许医师可以引导你，赛斯可以引导你，是因为许医师跟赛斯启发了或让你认识到你自己内心的那一道光。简单来讲，各位，举这个例子，我不是你的光，赛斯也不是你的光，你自己内在的智慧才是你自己真正的那道光。各位，你记得哦，你记得。好，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假的大师、假的开悟者、假的修行人，想要当你们的光。当耶稣说我是光，耶稣不是说他是你的光，耶稣是说光在你们每个人的内心。如果我是光，只因为我引导了各位找到你们自己心中的光。您要记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假的大师，而且我老实跟大家讲，以后会越来越多。他们想取代你们内心的声音，他们想取代你们内在的自己的光，他想要成为你的光，
各位，他想要成为你的光。好，我刚讲，如果讲很真实的，徐师不是你的光，赛斯也不是你的光，那么为什么徐师还站在这里呢？为什么你们要听徐师的冥想，看徐师的书，或读赛斯书、听有声书呢？为什么我学赛斯学到现在34年了，我还在看赛斯的书呢？所以如果你问我，徐师赛斯是不是你的光？我会说是啊。那你为什么刚才又说赛斯不是我们的光呢？我很简单，因为当我说赛斯是我的光的时候，是因为，而且只因为赛斯带领我找到我自己心里面的那道光。各位，你们要记得哦，我刚讲很多假的大师，假的开悟者，巴不得要成为你的光，但是这不是赛斯心法，也不是局师想达到的目的。赛斯心法或我们的基金会只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当我成为我自己的光，我也想引导各位找到你们心中的自己的光。为什么赛斯是我的光呢？我刚讲了，因为它帮助我找到我内在的赛斯之光。所以赛斯讲，它不是在外面，它在里面，就像基督。各位，除了任何的基督徒，请问基督在外面还是在里面？他会告诉你，基督在里面。好，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概念，什么叫做让自己成为温暖自己的那道光？来，徐是这个精神科医师，也非常爱好做心理治疗。来，我先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这个概念。好，如果我们讲时空连续，过去、现在、未来。好，那我问各位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当下现在的你们有没有隐约记得你的过去自己的生命经验？来，监制主任，你念什么国中？育英国中。来，你念什么高中？台中女中。好，我们监制主任现在逼近70岁。没有啦。好了，我们监制主任岁数不大啊，但是我刚讲，身为育英国中跟台中女中的自己的记忆 memory， 来，在不在他现在里面？在。就我的意思是说，在座所有的人，你不见得每件事都记得起来，但是的确，你现在当下的自己拥有一个心理上的优势，优点的优，势力的势，就是在你现在的当下，你包含着过去自己的经验跟记忆。比如说，各位你问我，我还记得怎么到我念书的高中吗？我会记得啊，我知道路怎么走啊，我还有这个 memory， 我还有这个记忆啊，我有这个记忆。好，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现在所谓的线性时间的架构当中，当下的自己拥有一个心理上的优势，就是你记得你过去自己的生命经验。好，如果我用心理学的名词，用心理治疗的概念，好，你们也常常听到过。某时候我们有所谓我们的内在小孩。好，内在小孩。好，那内在小孩
代表了什么概念呢？对，比如说代表了，当我小时候，如果我被霸凌，或是我去霸凌别人，而当我现在长大了，我同时是当下的自己，我同时是当下记得过去被霸凌的自己。所以呢，我能不能拥有过去自己被霸凌的经验，甚至情绪感受，可不可以？偶尔我还可以回忆起来，也许当我被霸凌的时候，我心里的难过、痛苦跟愤怒。好，各位，重点就来了。那请问，我能透过某一个内在的自我对话，不一定经历催眠，我只要回想，拿起我国中的书包，或书柜里面发霉的、有霉味的衣服味道、樟脑味的国中的校服拿出来，也许我栩栩如生的还能回忆起当年我国中被欺负、被霸凌的感受。好，那代表什么？代表我可以在当下栩栩如生的回忆，这是代表了我可以在当下跟过去被霸凌的自己有一个内在的自我的对话。对，甚至我在今天，我还可以去找当年霸凌我的同学，然后也许他现在，好，假设在这个卖国画米刷，比如说啦，对，他订100份，然后送到坟墓去。好了，开玩笑，不要这样做哈，我们不要这样报复人家。对，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你存在着过去自己的记忆，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对话，甚至你可以跟那个自己说，你现在不用再害怕了，因为我是你长大的自己。虽然你在国中的时候长得又瘦又小，可是今天的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自己了。我是你长大的自己，我是你未来人生的那道光，那道光。而我想告诉你，当你走到今天的时候，有我在，我是你未来的自己。我想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没有人可以再欺负你了。各位，好，我们之所以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线性的自己，我们之所以在当下拥有一个心理上的优势，是因为我们可以去回顾过去的自己。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当年你在国中、高中的时候，你曾经因为失恋而伤害过自己，自残或割腕。你今天再回去当年的自己，各位，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跟那个当年割腕的自己说：“小朋友，别傻了，你知道你未来还会遇到多少漂亮的美女吗？”或是小朋友，你别傻了，你现在就为了那个年轻人，那个不懂事的国中生、高中生，在为他要死要活。你知道，在你未来有多少个帅哥为他跟你约会而打成一团吗？你知道在未来有多少人要等着跟你约会，等着要跟你共创幸福的人生吗？各位，你明白我的意思？然后你会看着手上的疤痕，觉得自己当时怎么样？好傻，好傻哦！怎么当时就会觉得对方不要你了，就是世界末日了，然后连命都不要了？各位，好，我知道，虽然很多的心理派别非常强调
在心理治疗的过程当中去抚平、处理过去的创伤。来，这一点徐医师不反对，我不反对。但是这件事也代表了什么？各位，代表了今天的你或当下的你，的确可以跟过去种种不同的人生阶段的自己对话。好，比如说，如果我曾经在小学、国中的时候，假设我再比一个比喻，假设我那时候没有朋友，然后觉得很孤单，就这事情现在长成了我了，各位，然后我就在心里跟他说：“你傻了哦，你国中、小学没有朋友，觉得孤单，觉得寂寞，觉得冷，你知道你长大之后有多少朋友吗？各位，你知道你长大之后，有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学习跟成长？有多少的团队跟着你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奋斗？所以当年你的孤单、寂寞、冷，到你的今天，各位，根本上什么都算不上的。来，学习要给各位一个永恒的保证。来，仔细听哦，我今天要讲今天的第一个最大的重点。今天的你，不论你觉得自己多失败，今天的你，不论你觉得自己多糟糕，今天的你，无论你觉得自己多悲惨，来看着我的手，因为线性时间的过去、现在跟未来，你永远在未来的自己的过去救赎当中，来，对不对？各位，仔细听这个逻辑哦，因为就像你们今天，好，假设你现在60岁，请问你能不能跟6岁的自己对话？16岁的自己，26岁的自己，36岁的自己，46岁、56岁的自己，对不对？就我能不能说，一个66岁的你，在今天人生的这个当下为你指点，它是所有过去、未来每个时间轴当中的救赎者。所以各位，你真正的光就是你自己啊！所以徐师先给各位一个今天的一个内在永恒的光，那个光就是，无论你觉得今天的自己多糟糕、多失败，就像36岁的你、46岁的你，各位，无论你觉得今天的自己有多孤单、多没有用、多一无是处，徐师要讲一句话：你永远是你未来的自己，他永远会是你的救赎者，赎罪的赎。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地方的赛斯心法，所以当下的自己永远是被救赎的，你的未来的自己永远是你书房的那只鬼。来，各位理解学士的比喻吗？就像刚才经济效应 Interstellar 里面的那个爸爸对于女儿，未来的你永远是你今天书房的那只鬼。当然，我鬼这个比喻其实是光的意思。不论今天的你生意失败了，妻离子散了，事业倒闭了，你要记得，你的救赎，你未来的你，一定是你生命中的那道光。那道光，来，学士的意思是说，请你打开你的心，让那道光穿透进来。只有没有打开的心门，而没有穿透不了的光。
各位理解学习的比喻。所以你首先要问你自己，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让未来可以引导你生命的那道光，包含学习讲的物质实相当中的过去、现在、未来的那个你，成为引导你生命的那道光。各位，很简单，我这样说好了，今天的60岁的你，请问他知不知道50岁的你的命运？他知道。好，就好像我从今天的我回去看高中时代的我、国中时代的我，说实话，我到现在还常常有时候做梦，梦到在考试，有时候还常常梦见我在念大学，常常在梦见，我在医学系里面参加毕业考，对，然后每次醒过来就觉得，幸好我现在54岁了，幸好我现在所有这一辈子考的试都考完了，幸好我现在已经医学系毕业了，家庭医学科专科医师、精神科专科医师了。就每次醒过来都会有一种那种感恩，你知道吗？一醒过来发现54岁，各位，很好笑。好，我太太前几天也跟我说，她也做一样的梦，梦到在高中参加考试，后来醒过来，发现自己都已经快50岁了，真好，50岁真好。各位，好，以前我在国中、高中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好忐忑哦，那时候念书压力好大。当我国中的时候，我不知道我高中会念哪里，我不知道我考得好不好。当我是高中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会考上什么大学啊？我考不考得上大学？如果我想念医学系，我考得上吗？各位，然后从高一一直忐忑不安到高3。对，好，如果我今天回想起来，请问我高中的自己能不能跟过去国中的自己对话？可以。请问我大学的自己能不能去安我高中时候自己的心？可以。请问我今天这个自己，我简直可以普度众生嘞！对，你懂我的意思吗？原来普度众生是成了佛的自己去普度，那在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幻象中还在当众生的自己啊！各位亲爱的，你们现在终于知道佛是什么了。佛是什么？佛就是我们未来的自己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带着这么多的恐惧、偏见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你是否问过自己，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及孩子们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能够对未来充满了期待跟喜悦，而活出生命的独特平安跟自在呢？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成立了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提供一个向内觉察、传递正能量，协助每一个人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我们的内我的爱、智慧、慈悲、创造力、喜悦跟潜能打开，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来活出身心灵平衡健康的人生。而这10几年来，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一共自播了身心灵的公益讲座、读书会近2000场，而我们所有的时事健康节目也近100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支持我们的理念，希望您一起来支持我们的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而您的小小的捐款，能够让我们大大的出力，能够让我们为这个社会尽每个人能尽的一己的力量。希望您能够与我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行列。再次的谢谢你。